本来只是想来宜兰避暑，没想到从三星一路往大同乡走，竟然走进了一趟很有夏天味道的小旅行。先是在被我们低估很久的三星吃到让人意外的小吃和冰品，再一路往山里走，找到可以把暑气都丢掉的清凉溪水秘境。但真正让我们舍不得离开的是住进太平山脚下的逢春园后，蓝带主厨把在地食材做成一道又一道充满惊喜的无菜单料理。从第一口开始，我们就忍不住期待下一道会端上什么。这一期就带大家从三星一路环进大同乡。我们现在来三星青葱文化馆。我在安排行程的时候，好几次都跳过这个地方，然后因为真的跳过它太多次了，所以我就忍不住去点了一下评论。哇，一点下去，大家的评论都超级好的，所以我就被吸引来了。进来就觉得里面的设施非常的用心。你看这个导览啊，小孩马上就抓到重点，问我说：“这个书是真的能翻的吗？”我也觉得这个蛮好玩的，而且画得很棒。这个很有趣，我看他写这个三星上酱青葱，我就想到三星不是有上酱梨吗？原来叫做上酱梨是因为三星这个地名呢跟关街上酱是一样的，所以叫做上酱梨。真的是冷知识第一次知道这样，很有趣。第一次知道三星除了葱之外，还有这么多的农特产，像这个银柳啊，我妈也是过年的时候呢都会插这个东西，可是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它跟过年会有关系。原来是银柳跟台语的银两发音是一样的，银柳。银柳。银柳。问阿妈。念对了。问阿公。银两的台语安怎讲？啊，银两。什么银两？银两。银柳啊，银柳银。阿嬷讲的已经很标准了。银柳的台语安怎讲？银柳啊，它的意思就是管理的，它那个银柳，它讲管理。我们会想来，主要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第一个想吃的东西就是这个三星葱的冰淇淋。先来吃一个，好热哦！哦，这里面充满了葱的味道。真的。第一口有一点怪，可是越吃越顺口。哦。对，要多吃几口。好，谢谢。那我们汤匙在这边。好吃哎，其实我觉得完全不会怪。如果你有吃过葱的牛轧糖饼的话，那就是那个里面的味道啊。刚刚大姐说第一口你会觉得有点怪，其实我第一口被她先建设了一下，所以第一口很棒。这个蛮好吃的，咸甜，乳香中带点葱的香气。试试看，小子试试看。我要。可以接受吗？什么脸？到底好不好吃？第一口很奇怪。好吃，太好吃啦。第一口也很奇怪，也能接受。不懂欣赏，小朋友的接受程度比较低啦。又到了我们怎么好意思的时间啦，怎么好意思试吃呢？你比较喜欢哪一个？我比较喜欢吃有葱的，咸甜，很好吃。这是吧？好好吃哦，三星葱的香气特别的明显。我跟你讲，它那个苏打饼上面有很多葱。我刚刚在吃那个冰淇淋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就是苏打饼，然后很多葱的味道。另外来试一下这个牛轧饼。它这个是没有葱的，这个很脆哎。我想要吃茶叶蛋。好，哦，你看，它料好丰富哦，亚西郎，天哪，这都是葱根哎，就是葱最下面那边的。第一次看到哎，好酷哦，赶快买哦，2颗，至少买2颗，先买2颗。这好神奇哦，整锅茶叶蛋里面不是茶叶的味道，全部都是葱的味道。越逛越饿。哦，赶快吃吃看，这是我有史以来剥过最烫的茶叶蛋，好烫哦！它吃起来，香气好像跟别的茶叶蛋不太一样，但是说不上来是什么的香气。我跟你讲，那个香气就是葱根的香气，非常的香，因为它很烫，然后它在你嘴巴里面，好像说你整个嘴巴都是那个葱的味道，超有趣的，你可以去吃吃看。哇，不愧是葱文化馆，全部都是卖葱的。这个是什么？聪明面，吃了会很聪明。这个拿去拜文昌帝君超级适合阿妈忍不住买了一堆东西，这是海味脆片，上面满满的青葱，好吃，好吃，真的。这边有卖葱油饼相关的冷冻食品，一整柜的。这不错晚上肚子饿的话，烤箱烤一下可以吃了。我觉得这超厉害的，他尽其所能的
把它做成任何东西，连米汉堡都有哎。我看到葱香剥皮辣椒口味的锅贴，超特别，外面没有看过，这里超好买哎，真的没有人空手出去的。他刚刚看到我们在拍，他给我们2包葱小子试试看，这应该是他们的招牌，因为我看到处都摆好多包哦。这个是香。哦，我们的满葱鱼丸汤先来啦。打开盖子，满满的葱香冲上来，里面葱超甜的，很好喝哎！我原本有一点轻忽它，结果喝下去的时候满满感动哦。我跟你讲，它不是只有里面充满了葱而已，它是连鱼丸里面都有包葱。它这个是里面也有卖的东西，厉害哦！你在外面吃一吃，然后觉得不错，就进去买。桂花气泡水也很好喝。我们刚刚忘记说，这间叫做聪明小铺，它其实就是把里面刚刚那些葱派啊什么都拿出来煎，然后做给你吃，哎，很好吃耶！我们刚刚点了哪一些？我们刚刚点了葱馅饼、葱香派，还有葱虾饼。那你最喜欢哪一个？大家一致最推葱虾饼。阿妈刚刚吃了1个，然后马上去点了3个这样子。他本来拿到的时候一直在念说，哦，这个60块啊，怎么这么小一个啊？然后结果吃了1个之后说，好好吃哦，马上又再去点了3、4个。我刚刚吃也觉得这一个是最好吃的，而且它里面虾子非常的多，重点是它那个葱啊跟胡椒味超浓超浓。我也想要去拿冷冻的买1包放在冰箱，而且不是拿1盒这么简单的事情。葱香派跟葱馅饼外表分不太出来，可是我吃了之后觉得葱香派比较好吃。我也是这样觉得，咸香咸香的。对，你们来如果要点的话，就点这个。好啦，推可以买。哎，我们虾皮下面也可以挂，分润一下。吃3星阿晴春卷，还蛮大卷的，在这边当地还蛮有名的，有人说普普，也有人说超好吃，很脆，都来试试看。我刚刚在看它包的时候啊，哎，它真的是用那种润饼皮去包的，好吃。里面有冬粉哎，哇，很烫，最喜欢看人家很烫的感觉了。里面葱超多超甜，它的外皮啊很特别，很像是我们去吃越南春卷那种感觉，有米炸过的特殊口感。其实它非常像越南春卷，可是它是超级放大版的越南春卷，这皮非常的薄脆，不是、而且里面上青葱不用讲了，超好吃的。它只是像它做法还是台湾的春卷，可是真的很好吃，我真的不能忍受有人说这样子会不好吃哎。说普通的可能是在附近吃久了。对，我觉得很好吃哎，哇。超级薄的饼皮，加上超级薄的馅料，哎，真的很好吃呢。这一家是3星白雪怀念清冰，吃冰看到这种名字就觉得特别清凉。它真的非常久，它民国20年创，可是你看它的牌子，它写85年历史，我怎么算都是95，又过了10年。没错，这是10年前贴的，厉害，试试看。这个是双重花生炼乳冰，我刚刚吃到那个花生，哇，好几种形态。然后宜兰吃冰，我很少失望的。不过这里面有你最不喜欢的那个香蕉冰，可是我吃着其实就习惯起来了耶。它的这个味道不会这么的让你害怕。它的香蕉冰味道比较不重，我不是很爱清冰，所以我点一个上面有冰淇淋的。这个冰淇淋是花生的口味，吃起来很浓郁。没关系，清冰我喜欢。可我觉得这最画龙点睛就是它里面的花生粉跟花生粒，而且它花生粒还有小粒的，还有整颗的那一种感觉。然后你再看到它那个花生表面有一点那种焦焦的感觉，就特别的香，非常的古早味。其实一间店可以经营30-40年，我就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一间店经营了95年，那我刚刚看他们资料上面写说啊，就是经营这么久很难，因为中间啊光复的时候啊，台湾光复的时候其实很缺糖，然后很多人业者都会开始弄代糖，他们就是坚持说不要用代糖，还是继续用他们的砂糖。没想到最后存活下到现在95年，厉害吧？吃到这一间，我就稍微可以理解喜欢吃清冰的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我觉得如果你像我一样喜欢吃古早味，又有点不太敢吃香蕉冰的话呢，这间是可以尝试的。我们现在来到养蜂人家风采馆，我为什么来这里？原因非常简单，每次去到一家店，它的菜单上面如果有蜂巢可以点的话，我肯定会点那个品项，这里就有那个东西。
个人给过的一个原因，就是可以试喝东西，哇，好好喝哦冰冰凉凉。它这是什么？蜂蜜醋，第一个是葡萄口味的蜂蜜醋，一进来就灌你冰冰凉凉的醋饮。水1:5泡水喝，像我们喜欢的话，也可以加气泡水。哦，那一定要买的，有在家里狂喝爆了。加葡萄的话，加气泡有点像香槟。不用门票，然后还可以东喝西喝。不要喝太多杯，太过分了，我跟你说。好吃吗？龙眼蜜？这个是龙眼花，所以我们荔枝蜜会先吃，因为荔枝蜜没有那么甜，龙眼就会比较甜哦。我喜欢龙眼的卡胖。我也喜欢龙眼的。好，我已经决定我要买，所以我要多试喝几杯。会比较重。啊，不要脸大师继续试喝。我喜欢原味的蜂蜜醋。这么巧，我也是哎，难怪我们会结婚了。什么东西？喜欢哪个口味的？原味。好，那我们就可以买那一瓶了。对，第一题的参考已经不重要了。喜欢哪个口味？他现在就算不喜欢，他也会说他喜欢原味的。醋好喝。臭小子爱唱反调。阿爸也比较喜欢喝原味的。那较酸的口。这里外观看起来没有很大，但其实走进来呢，里面很宽敞，可以参观的东西很多。重点里面很凉。吃完之后，姐姐一直跟我们说，里面有很多的蜜蜂，而且它是关起来的，不用怕被叮。哇，来这边看，其实还是蛮害怕的，因为我密集恐惧症。你找得出哪一只是女王蜂吗？哎呀，这太可怕了吧！光看都受不了了，还要找。密集恐惧症是不是？对啊。可是你在饭店里面吃这个蜂巢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个样子的。选择性的。我把注意力拉出来了之后，发现里面的东西好像蛮好吃的哦，充满了蜂蜜耶。所以我就说，你看到食物的时候，你就说很好吃；那你看到那么多蜜蜂的话，就是另外一个说法。这里教你如何分辨蜂蜜，太实用了吧？他说你把手指头放在玻璃瓶后，看不见的就是真正的蜜。哦，所以这是假的。这画面太震撼了吧！这女生全身上下布满了蜜蜂。那根据蜜蜂它有恋王的习性啊，他们把蜂王放在这个女生的身上吧，然后因为她的费洛蒙吸引，所以她的身上全部都聚集了蜜蜂。那根据国际公认的蜜蜂重量呢，1公斤大概是1万只蜜蜂，扣除掉它本身的体重之后呢，量出来总共有21公斤重，所以她身上有21万只蜜蜂哎，很恐怖哎！这样你穿，你敢穿吗？一只都不敢。给你100万，不要，1000万，考虑一下1亿。好，我穿，我跟你一起穿。好好吃，纯的，不管是花粉口味还是巧克力口味都超好吃。它这个牛奶啊，真的非常纯，然后那个巧克力粉也是很纯。而且我们今天算拍的蛮快的，它冰融的非常快，真的那个冰淇淋。最让我惊艳的竟然是它的价格，多少钱？这一杯120，然后第2杯还8折。重点是我们一般喝到的那种蜂巢咖啡啊、饮料等等的，这个蜂巢大小都只有1半，可是它给你这么大一块。这一杯真的很大杯，你放到你的脸旁边，它大概快要到你的脸了。不对，它应该跟我们家女儿的脸差不多。其实光是它这么浓醇香的牛奶冰淇淋呢，这个大小外面卖60到80是 OK 的。听说假日的时候，蜂巢冰淇淋是排爆，整个咖啡厅是客满的状态。天哪，我刚刚看到了，你咬下去，除了冰淇淋融下来，你看，连它的蜂蜜一直滴，好好吃哦！我觉得光这一块蜂巢就已经值60块了。上面这块饼干也是大有来头，跟福义轩合作的哦。难怪特别香，福义轩的蛋卷我很喜欢，好吃，真的很好吃。我刚刚看你吃饼干之前啊，吐掉那个蜂蜡，我就想到一句话，叫做“味同绝辣”，没错。可是我还蛮享受这种绝辣的感觉。那个我吃过，真的是没有味道，就是形容得很好。学到了吗？味同什么？绝辣。好，终于好吃吗？好吃。冰淇淋跟蜂蜜哪个好吃？蜂蜜。我现在正在嚼这个辣，我想到它很像一个东西，你一定没有试过，你一定不知道这个口感。是什么？如果你吃口香糖吃1、2颗、2、3颗多一点，然后再剥冰干，它那个就会长这个样子。超奇怪的，一定有人试过。这里真的可以来哦，我觉得光是为了冰淇淋来都是算是蛮值得的。好
了，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叫做仑皮野溪戏水区，这个地方应该是比较少人介绍啊。然后这个是他们这附近原住民算是蛮喜欢来的一个地方，因为我刚刚来的时候已经看到好多原住民的朋友在这边烤肉烤起来了。这地方不错，像一个平台一样，水浅浅的，小孩在这边玩，我蛮不担心的。但是一样要注意安全，如果下雨的前后，千万要赶快起来。它的水一样很透，可是它的平台真的是蛮平的。不过那边有一个烧身的潭，我等一下去看看啊。那边就不要下去。对，我还下去。哇，天哪，这个好凉啊！这个比昨天的还凉。这个我觉得应该18度、17度之类的。哦，好冰哦！我有一点点不敢整个泡进去了。这个还蛮冰的，像冷泉一样。怎么样？有觉得很冰吗？冰超冰的这个地方，对不对？18度左右吧。今天气温跟昨天差不多，可是这里更冰。对，这边可能山上面比较少被太阳晒到，所以水温没有那么的高。我们是下午4点左右来到这边，今天晒不到太阳，很赞很赞。原住民的朋友真是太热情了，大家不要学啊！我有经过同意的哦，他们说 OK。好，他刚刚跟我说这个不会很深，所以我现在下去，哦，好冰哦！啊，真的可以啊，这个差不多走过来也才到我的大腿而已啊，屁股这边还好。好，这是这边最深的地方，大概到我的肚子。好了，哎，好赞哦！这里根本就是一个溜滑梯嘛。但是我劝大家不要从那边真的当溜滑梯溜下来。天啊，好爽哦！这旁边这个溪水真的太爽了吧！好啦，一样照惯例就是插进去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水有多干净啊！啊，好舒服哦！我来游过去。还是要跟大家宣导一下，如果你看到这个水啊是浊的，就不要下去，表示说山上已经下大雨，它水是浊的，那就不要下去。它就像今天这样清清的就可以。然后刚刚这边原住民的朋友跟我说啊，这边啊晚上会有很多虾子，所以呢，他们有时候晚上来这边稍微灯一照，哇，全部都虾子，或是在这个石头上面翻一翻，就会翻到虾子，这边抓虾很好玩。好，现在远远你看，他们生了好几个烤肉炉在那边，养3个家族。哇，大自然的游泳池。赞。这几天最好玩就这里了，是不是？对，终于可露脸了，是不是？你的露脸了。哇，这边浅的，给大家看一下水怎么样啊？怎么样？这个水舒服吗？哇，这边我蛮推荐，就是一家3代同堂可以来，因为这个有浅滩，然后有稍微深一点，这个其实大概都100出的公分。然后他们说这边以前他们都叫这里是游泳池，因为他说他们以前唯一可以这边游泳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就是他们当地人很喜欢的一个地方。那像这边他们都有去围一些石头，所以这边就更浅了。你说实话，小朋友来坐在这边都还 OK， 可是就是要小心，就天气不好就不要玩了。这里是逢春园，我们这2天的住宿呢，就是住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好朋友天喜莱恩推荐给我们的。那一开始他们其实是推荐我们来吃饭，但我们看过了一些资料之后呢，发现说哇，这里环境超棒，而且其实我们以前疫情的时候就已经很想要来住这边了，所以我们这次来住3天2夜。我自己很想要来住这边的原因，就是因为这边环境超好的，而且我们一家都其实超级喜欢大同乡的，尤其是我们疫情的时候，几乎每个礼拜都来大同乡，因为这边就有一种隔世的感觉，而且附近有很喜欢的玉兰茶园啊，然后很多地方世外桃源。哦，你看这里面的环境超清幽的。一整天我最期待的就是这个时候，终于可以放空一下了。以前只要碰到隔天要早起拍摄，我都会很担心，整晚一直起来看时间，很怕闹钟马上就响了。睡不够，我拍摄的时候就会一直出错，也会很容易跟你吵架。一路上要注意行程安排，还要照顾一家老小的需求，真的非常的心累。常常还没到傍晚，我就已经没电了。
可是很奇怪哦，真的到了该睡觉的时间，我反而又睡不着了。那你有带三得利芝麻迷 EX 吗？当然有啊，有吃真的有差。每次碰到需要早起的拍摄行程，我前一天就会睡不着，但现在时间到了就有办法睡，再醒来就充饱电了。而且一整天下来，精神都还不错，思绪比较转得动，少邻居都少吵架，也能有耐心的照顾家人的需求，心情非常好。原来好的睡眠不是只有睡着而已，最好是时间到了就能自然有睡意，睡得舒服，醒来也有真的休息到的感觉。我现在都不用硬逼自己睡，就像回到小时候一样，不知不觉就睡下去了。所以到底什么是芝麻明呢？所谓的芝麻明是萃取小小一粒芝麻里面只有不到1%的珍贵成分，而且还是百年大厂三得利研究40年的台日双专利配方。它比一般芝麻素停留的时间还要多2.7倍，让我们时间到了就能自然有睡意，睡得舒服，达成 S 级睡眠。S 级睡眠听起来好厉害哦！现在考试拿 A 级还不够，要变 S 级了吗？除了顾好睡眠状况之外，产品还通过了国家护肝功效项目核可，每天补充也没有负担哦。听说很多医生都很推耶，还有90%使用者说他们1个月就有感觉，满意度超高的。我也这么觉得，而且它小小颗的很好吞，没有什么异味。我上次也买给我婆婆吃，原本她只要被吵起来后就很难睡，出去旅行的时候更糟糕，只要半夜有人起床上厕所的声音就会把她吵醒。但吃芝麻明一段时间之后，她说她半夜比较不会被吵到，起床上厕所也能马上再入睡，每天都精神饱满。所以我们干脆来开一档邱先生一家人的专属团购，现在买1瓶就有85折优惠，还加码送6包增量包，买越多折越多，送的也越多。详细资讯跟购买链接我会放在置顶留言跟影片资讯栏，大家赶快趁优惠买起来哦。我们先去开箱房间给大家看。我们来开箱我们的房间，其实这已经是我们入住的第2天了。为什么一进来没有拍？是因为我们想说住的喜欢，住的舒服，再来跟大家介绍。然后想说早上请老板帮我们小收一下，没想到收得这么干净。我们今天订的是一个4人房，一进来先看到一张大沙发，后面连着置物台兼梳妆台，沙发坐深很深，躺在这边看电视超级舒服。我昨天真的就是躺在这边，差一点回不了床上。后面是2张单人床。我昨天自己睡1张，睡得很舒服，其实蛮宽敞的。然后我偷偷问阿公阿妈说昨天睡得怎么样？阿公说比他在家里睡得还舒服。这床还蛮宽的哦，大概有110吧。我觉得很像我们去日本睡了一些小双人房那种床型。我很喜欢它床头灯的设计，因为晚上睡前都会滑一下手机嘛，这个光线算是很舒服。哇，这个部分是我最喜欢的，它这个桌子非常的大。我昨天来的时候啊，丢一些档案进去啊，把电脑放在上面，哇，摆了一堆东西，充电也都在上面充就好了。对啊，冰箱的话呢是小冰箱。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梳妆台的空间，样子很典雅，用起来也算好用。我们刚刚不是讲4人房吗？另外2个人床铺就铺在和室，那床垫被我们收起来了。那昨天是我跟弟弟睡这边，因为他是一个很会翻、很会滚的人，所以呢，我就让他睡里面。因为其实我们去日本啊，很喜欢找那种合适的房间，因为他滚来滚去都不会滚下床。他都已经2年级要升3年级，还在那边滚来滚去。对，这样我们全家人都可以睡得比较安稳。对，而且他给的那个垫子，我觉得还蛮好睡的。而且我觉得睡在这边有一个很棒的好处，就是它走路啊不会顶乖顶乖的，所以呢，它用的木头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我们其实那时候刚开箱这个房间的时候，一进来打开门，闻到的都是快木的香味。那你睡在里面，你就是哇，被那个快木的香味熏陶一整个晚上，很舒服。这样的房间在日本叫做和洋式，但我们以前有住过那种比较老一点的饭店，它真的踩起来就会顶关的声音蛮大声的。晚上上厕所就要非常的小心，要很小声。然后偏偏我们家弟弟就是那种不小声，然后又得睡和洋式的人。他很喜欢蹦蹦蹦蹦蹦。卫浴是我最喜欢的部分。每次我在订房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看，都先看厕所。没错，先拿浴室给我看。我跟你讲，它的洗手台空间很大，像女生瓶瓶罐罐很多，那我随便摆，它都可以很整齐。然后再来呢，它用的是免治马桶，免治马桶太重要，用过就回不去了。淋浴的空间，昨天晚上洗澡的时候，水压超强，水温很稳定，我觉得比我们家里的还要好洗。
我们弟弟昨天一冲之后就说：“哇，水好强哦！”因为我们太常住到那种水比较弱的。它的卫浴空间设计得很好，马桶、洗手台、淋浴设备。我们其实很讨厌在上厕所的时候，如果有人在旁边洗澡，水就从你的脚底下经过，所以马桶跟淋浴设备分开一点，很舒服。这个设计我也很喜欢，浴巾全部挂在上面，就不会很乱。昨天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浴巾非常的柔软，你洗过就知道了。吹风机是用 Tesco 的，我们家也是用这个。等你开箱就到这边，房间真的非常大，非常舒服。小小开箱阿嬷的房间给大家看，同样整理的跟刚入住的时候一样。一样是2张单人床，但它的床好像有比较小一点。但你有没有注意到，它中间没有床头柜，应该是可以并床的。就像你一定要跟我睡，所以我就会叫我并床。来，空间非常的挑高，采光也有够好的。我觉得整间房间最精彩的是这里，外面就是逢春园非常漂亮的远景。然后你在这边呢，可以小小的喝个茶、看个书。昨天我们一入住的时候，老板娘就帮我们泡好了蜜香红茶，就是玉兰茶园这边的，有够好喝哎。这个窗台我好喜欢哦，如果我们2个人来的话呢，我一定会要这间房间的。我觉得离这个时间还好几年，还很久。浴室的空间比4人房小一点，但我觉得也是很足够了。马桶一样是免治马桶。来享用我们的迎宾午茶，因为我们刚先去开箱房间了，所以请老板帮我们留一下。在这么漂亮的环境里面享用午茶，整个人心都静下来了。它是一个日式的甜点组合，然后加上宜兰的在地特色金枣。羊羹我平常不喜欢吃，可是它的甜度很低，吃起来呢就非常的滑顺，冰冰凉凉的，不用配茶就很好吃啊。绿豆糕跟蕨饼，我觉得也是很赞。他们的东西啊，甜度都是1分糖。那我觉得最惊艳就是这个，因为我们昨天来的时候，他就有给我们这个红茶，这边是玉兰茶园的红茶，非常有名，超级好喝。然后重点是它的那个甜度就是1分糖，不会让你觉得说，只有没糖的这样子，无糖的。是蜜香红茶。它真的有糖吗？它是原本的蜜香吧？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喝起来就是甜甜的，很浅很浅，真的是1分糖，0.5分糖，非常非常好喝。你来这边真的会一直喝。然后昨天老板就突然提了一句说：“要吗？我给你1壶。”然后我说：“好，一点超不要脸的，一点面子都不要了。”虽然说东西好吃很重要，但我觉得整个环境给你的感觉还有仪式感是超越这个甜点本身的。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带大家去看我们今天迷人的晚餐。主厨是蓝带主厨哦，你知道天喜跟我们讲的时候啊，那个神情眼睛是在发光的，是那种你会想要拿来款待朋友的东西。晚餐时间到了，我们来民宿的餐厅松屋用餐。它这边是无菜单料理。本来我们想说来这边用餐，结果发现啊，你如果不是住客的话呢，1个人是1100加1层，但是如果住宿的话呢，它是有1博20的方案，算下来晚餐等于是1个人用800块的价钱就可以吃得到。目前光是这样看，它之后会不会调整我不知道。我觉得很有巧思诶，它的餐巾纸上面有印一些文字，那这些其实就是它的出餐顺序。说是无菜单料理，但其实菜单就在上面了。第一道是小食，这是布拉提跟嫩蒸蛋。刚刚小皮一吃到就说好吃哦，我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蒸蛋。今天的内容其实都是用宜兰的在地特色。那像这边呢是大溪渔港的布拉提，它就用布拉提根来入菜，鲜味满满。这个蒸蛋呢，你可以感觉到它一点毛细孔都没有。下一道菜之前，先来一杯这个芳香万寿菊，加一点点柠檬，好好喝哦。你看，我已经喝过1杯了。第2道是花生豆腐搭配豆腐乳泡沫，刚放进嘴巴里面的时候太惊艳了，你有没有发现我那个表情又出来了？你现在的眉毛也出来了，一直都出来的。这个是分子料理，它用香菜汁去做成金球，还有泡沫呢是用豆腐乳打成的。
这一道料理的灵感，说是来自于宜兰的名产花生卷冰淇淋，用花生去做成豆腐，然后再配上我们台湾起司豆腐乳。哎，这个比喻非常的正确耶。这一阵子我们吃了很多的豆腐乳，这是最特别的一个，很好吃。炙烧樱桃鸭最终饼，这个是和果子的元素嘛？它里面吃起来呢，酸咸的，非常爽口。怎么想得到这种巧思啊？观众先吃啊！我最喜欢里面的柠檬味，它跟鸭肠的咸味混合得很好。它那个柠檬啊，把它那个鸭肠的香气啊散发出去，让你整个唇齿之间都是这个味道，融合的非常好。进入到舒心，这是第4道野菜沙拉，今天是凉拌桂鸟。凉拌龟鸟我们常常吃，但是里面混了苹果丝，这个搭配就蛮有趣的，很有新鲜感。说真的，我觉得加苹果一点都不惊喜，惊奇在于它那个口感让你完全猜不到。对，你要不抽丝剥茧把它夹起来看，你才吃得到那感觉，真的很有惊喜感。这我个人吃过最好吃的桂鸟，忍不住要说，它这个桂鸟很厉害，它里面还有放米香，然后苹果丝，对不对？我跟你讲，它这一道菜跟上一道菜是有承先启后的。你自己想哦，这个米香是不是跟刚刚的最终饼口感很像？它把这个东西缩小了，所以我觉得哇，我好像在吃上一道菜接续的过来，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苹果的酸香跟那个柠檬的酸香是一种转化，慢慢的转化，让你慢慢的往下一道菜吃。我现在吃到第4道啊，我觉得我又得再来了，因为你妈如果看到这一集，她一定会叫我们再来3天2夜。早安那边也是很开心，什么叫又要再来？是蛮开心的，真的。我下次来就不拍了，这样子我会吃得更开心。进入暖胃的阶段，这个是加价的慢炖包种茶牛肉汤。哇，刚刚就是要先把包种茶叶放下去，用沙漏计时1分钟就可以开盖了，整个都是茶香。对，所以我们就先开这个，赶快吃。好，已经沙漏已经过了一些时间，他说你这个要更浓郁一点的话，要味道更重一点，就是让它更焖久一点。哦，对，所以你现在应该是稍微更重一点的口味。这里面用的是澳洲牛腱，咬下去，哇，那个肉质之嫩啊，然后里面的胶质感满满的。我第一次看到就是茶叶这样直接倒进去汤里面的。对，它就是一些你熟悉的牛肉汤的元素，然后再加上茶叶之后，整个味道就又有新鲜感了。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茶汤。慢炖干贝萝卜排骨汤，我刚刚喝下去，这个汤我真的是太喜欢了。他刚刚还要倒那个酒，那叫做红露酒，我觉得喝下去非常的醇厚。它完全长在我的喜好上面。他说那个汤啊是老母鸡汤，但是它里面是排骨。那你觉得2个哪一个比较好喝？如果你有2个人以上，点不同的交换喝。我平常茶叶不喜欢泡太久，但是它泡在汤里面好好喝，你越喝越香哎。我跟你讲，我这里面的萝卜，它炖到像冬瓜，然后绵的那一种，化掉，好好喝哦。而且啊，它里面的排骨啊，炖到都像化掉一样，我觉得带长辈来是非常适合的，因为不怕牙口不好。你讲这样子又很中我妈的心意。当然就是大家来啊。第6道进入丰收的阶段，这是招牌15天熟成肉燥饭，用的是格马兰的黑猪。你知道我刚刚吃一口想到了什么吗？什么？蒜味肉羹，它里面的那个蒜味浓浓的、满满的。哦，难怪他刚刚问我说，你要加香菜还是要加蒜味？我说都加。对，但是我不知道主厨的思路是不是这个样子，但是让我联想到了这件事情。不过刚刚那个蒜加下去非常的爽，非常的爽。我平常吃肉燥饭一定要是肥肉才行，但这一碗让我很满意，连米饭都煮得让人无法挑剔。第
第7道慢煮山泉水鲈鱼搭配慕斯酱汁，这个是用宜兰酱油去做成慕斯的酱汁。我刚吃到这个鲈鱼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宜兰的精华都在里面了，因为我们玩过很多地方，宜兰玩水是不是超赞？他们的水很干净、很漂亮。酱油是我们很熟悉的东西，但是化成慕斯的话呢，它吃起来会变得很有趣。然后外面一圈这个是蒜苗油，那其实它整个口感吃起来呢是很温润的，但是刚刚吃到刺葱剥皮辣椒的时候，整个冲突就跑出来了。吃的时候啊，记得旁边那个绿色的蒜苗油也给它涮下去，它整个是把这个鱼肉的鲜味给提上来了，好吃好吃。我们常在大餐厅不是吃到蒸鱼，是那种酱油高汤的基底，然后上面撒上葱蒜之类的东西，这个就很像那样子，但是把它换成一种你很陌生的形式。我吃的比较慢，这一碗汤呢是越喝越好喝的汤茶叶在里面泡开的时间越久，汤越浓郁。它是牛肉，不要再跟我说这个了。第8道龙眼蜜蒜香烤鸡腿搭配炙烧蔬菜，我们刚才去试过龙眼蜜而已，结果餐桌上就出现了。它咬下去呢，因为用蜜去烤过，所以皮真的非常酥脆，而且它的鸡汁非常的多。他说这个是舒康鸡，我说舒康鸡什么？他说舒服长大、健康长大的鸡。怎么样？它节瓜厉不厉害？怎么可以连节瓜都是这么的有水分，这么好吃啊？而且它那种蔬菜的生酥味已经没有了，然后节瓜的水分保留在里面，炙烤的香气又在上面。怎么办？我有点担心，观众一定会觉得我今天的表情很浮夸。他觉得你在胡乱，他也觉得我在胡乱。真的有这么好吃？我一定会再访的。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其实它最后一道完全回到原味了，就是原本食材了。我觉得吃菜吃这一整道下来，你觉得你好像在跟这个主厨在 talking， 在跟他对话。然后他今天想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他告诉你说，最后我们要回到食材原味才是最棒的。我有感受到，主厨是这样吗？我觉得你的见解有可能是对的，因为它餐巾纸上面的小字呢，就写着起承转合，说不定你跟主厨两人之间心意相通。其实我们吃过这么多东西，开过这么多小吃，有时候去吃一间店的时候，不管是小的还是大的，你去吃的时候都是在吃它对这种食物的热情，他想跟你传达什么？想要传达的讯息，口味的浓啊、重啊，其实都有它的道理在。青瓜就不用说了，好吃。这个是吃到甜点了吗？第9到第10道进入满足的阶段，是季节水果跟松屋和果子。这和果子的名字叫做金枝玉叶。刚刚上菜的姐姐跟我们说呢，这个是融合他们3个员工同心协力才把这个甜点完成的。所以你从外皮吃到内馅，个性不同，但是又很合，他们应该蛮好的哦。怎么会说？常常约出去泡温泉之类的，有点多了。我们讲一下，它吃起来外面呢是非常的细腻的，甜度虽然比较高，可是不是死甜的那一种，很好吃。里面的红豆泥很有层次感，有很细腻的部分，也有颗粒感。所以呢，它前面就是要你先吃水果这样子。我再认真的看了一下餐巾纸上面的字。满足的阶段是初心，有够厉害，起承转合，然后回到初心。所以你看，我刚刚说食材的部分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他一定在国外，我学过很多东西，很多花俏技巧，最后回到自己的土地上面，然后发现说，原来这些食材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吃自己土地长大的东西。我跟你讲，一定是这样，因为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主厨会不会看我们影片看到哭，想说找到知音了？他会不会要说你欧北贡？不过我们这餐真的吃得非常的开心。我会想要再来好几次，带我爸妈来，带我好姐妹来，找借口来，欧北来。他们没有打桌球，就好像没有度假到一样。这边不错，它里面还有附其他羽毛球啊什么的，小孩玩也不会无聊。而且他们刚刚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借了很多的桌游回去房间玩了。好啦，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因为真的太长了。下一集呢，我们会开箱民宿的早餐，还有一些民宿的特殊体验，我觉得这个是不能错过的。再加上宜兰的一些经典美食。晚安啦！不知道看到这边，大家最想去的是哪一个地方呢？这次只是我们宜兰避暑3部曲的第1站，接下来还有2集会带大家去找更多玩水、避暑和吃美食的地方。希望这个夏天可以陪大家一起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小旅行。
喜欢这一集的话，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加热推，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继续带大家出发的动力。谢谢大家，我们下集见。